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说啥，我是 Justin。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在金融市场有一个非常高的关注度的事情，就是 GameStop。那 GameStop 是一个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游戏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呢，就是在商场的店里面呢贩卖一些游戏光碟、游戏主机，然后还有这些游戏的周边产品，就好像有点像澳洲的 EB Games， 你懂吗？过时了呀。对，就过时了。现在，就是他们这个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零售行业嘛。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近几年呢，线上的网购生意模式已经越来越发达了，而这些还靠门面做生意的这种生意模式呢，已经慢慢的被淘汰了。而这也直接反映在了 GameStop 的股价上面。GameStop 的股价呢，在2013年呢就达到了他们的历史最高峰，就是$56一股。但是从2013年呢开始呢，他们的这个股价就一直不断的下滑，再加上2020年全球的那个疫情的大爆发嘛，那么像 GameStop 这样子的公司呢，肯定就是不好受的嘛，所以他们公司的股价在2020年的5、6月份的时候就跌到了大概$5、6左右。但是这一切呢，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彻底的改变了。在美国，你知道有一个叫 Reddit 的网站。就 Reddit 就有点像中国的百度，然后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劳亚 Forum， 你有听过？有。Forum 对，在 Reddit 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 Wall Street Bets 的股市股吧。Wall Street Bets 呢就直接翻译成中文来说的话，就是与华尔街对赌。那 Wall Street Bets 里面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一些投机的散户嘛，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就其实更像是赌徒。对，不看业绩，不看公司。对，他们是将一个至理名言呢作为原则奉行到底的。他们的那个至理名言就是什么呢？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路虎。他们都是对这些理性啊、价值投资啊、公司治理面漠不关心的人嘛。是不是像那种阿姨大叔听哪位阿姨大叔说那个股票会涨，然后他就去买，那个股票会跌，他们比他们这些阿姨更恐怖，因为阿姨还比较怕他们的钱会亏光嘛。那这群人就是要么就是大获全胜一夜暴富，要么就是穷的脱皮。那就是年轻一点的姐姐吧，阿姨。对啊，年轻阿姨，更激进的阿姨。对，那么在大约2020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 Wall Street Bets 的论坛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位网友，就叫做 Deep Value。我不讲粗话了，我就把它简称 DFV。那 DFV 呢，就在这个 Wall Street 的铁板那边呢，晒出了他的一个交易记录，显示了他用了大概$5.5万呢买入了 GameStop 在2021年1月份到期的看涨期权。那么同一时间呢，在2020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有一家线上的宠物店公司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做 Ryan Cohen。那么 Ryan Cohen 呢，他也在8月份的时候呢，就投了$5300万买入 GameStop 公司的股票。那当时的 Ryan Cohen 呢，其实是想要通过自己在线上经营的经验呢，来帮助 GameStop 公司能够转型，帮助他们能够开拓他们的线上业务。Ryan Cohen 入驻的这个 GameStop 公司的股票呢，再加上美国整个股市场呢，在10月份的时候呢，正式的因为这整个总统的竞选有了结果，就是拜登正式上任成为美国总统，然后整个股票市场就有一个非常明朗化的未来方向了嘛。再加上就是辉瑞公司呢，已经研发出了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嘛。那么 GameStop 这一只股票呢，就在10月份跟10月份的时候呢，开始了涨得非常的厉害了。这一个 GameStop 的股票呢，就慢慢的在 Wall Street Bets 那边呢，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些散户们的关注。然后这些散户们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80后、90后、00后，大部分的年龄层就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对这个游戏这个有一定的情感。对，因为玩游戏长大了。对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也都纷纷的买入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持股这样子，都看好它是在疫情之后呢，能够很快速的步入回他们以前的这个生意嘛。但这个是夕阳西下行业啊。但还是有很多人要去 EB Games 买游戏吧。那么这个 GameStop 一路上涨呢，就引起了在华尔街的阴暗角落出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就开始想起了他们磨刀的声音了。而这些磨刀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机构。他们里面大部分的员工呢，都是一些金融专科毕业的高材生。而这些机构们呢，手里拿着都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来作为子弹的，所以他们的根基是非常的雄厚的。那么相比之下呢，散户们呢，在股票市场上的力量呢，他们就不是什么散打军，也不是什么杂牌军，甚至是连所谓的游击队都不是。
这些散户呢，在整个股票市场那边呢，对机构们来说呢，就是韭菜啊，割韭菜。那这个坐上火箭的 GameStop 的股票呢，在华尔街这些巨鳄眼里呢，简直就是一片一望无尽的韭菜田。他们兴奋的呢，简直就是连他们的镰刀都不要拿了，直接都是开始收割韭菜模式。然后呢，在股市呢是怎么样的去收割这些韭菜呢？就是用一个叫做做空股市的方法。华尔街不是有做空机构吗？对啊，刚才那些机构就是用很多的手段去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嘛。而其中一个手段呢，就是所谓的做空嘛。所以做空呢，其实是这样子操作的。比方说，这个苹果公司 Apple 的股价呢，现在是一路涨到$200，那么你就觉得这个苹果公司股票是不值$200的，那么你就会想要去做空这个苹果公司的股价。那怎么样去做空呢？就是这里会牵涉到一个叫做高卖低买。那我就是先跟手上拥有着苹果公司股票的人借他手上的苹果公司股票，我就会说我1个月后把这个借过来的股票还给你，然后以现在市价$200卖给别的人。那么可能1个月过后呢，这个苹果的股价真的如你所愿跌回到$150，然后你就以$150把这个苹果的股票买回来，然后还给借你那个股票的人，所以你赚了然后你就中间赚了那个50块钱的$50的差价。但是如果像反之，但是如果你猜错的话，那么可能苹果股票还是一路上涨到$240了。那么你为了防止它再涨更高的收益，你就被迫要以$240把它买回来，还给借你股票的那个人，就亏了$40，就亏了$40。那么呢，在华尔街里面呢，就不乏刚才你说的一些专门去做空公司的机构，其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做空公司叫做香元，就是 Citron。那香元呢，其实一直以来呢，在很多公司的眼里呢，都是一个非常可恨的眼中钉。那么他们是到底怎么样子去做空一个公司的股票呢？就是当他们看到那个股票不断上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先提前去埋伏，然后呢，他们就在适当的时候呢，出一份他们所谓的专研报告，来指出该公司的种种不是，就是说他们什么技术啦，什么一大堆的东西，根本都是屁话，就根本不值，这个公司根本不值现在这个价值。但是因为他们这所谓的机构呢，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呢是享有权威的名誉吧，那很多这些散户呢就一时恐慌嘛，就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出去，造成呢股价在非常短的时间呢就直线下滑。而其实散户这么样做呢，其实就是走入了这些做空机构们为他们精心设置好的陷阱嘛。对啊，他们就中了他们圈套，然后再以低价买回来。对啊。那么这一个 GameStop 股票的暴涨呢，其实就是对这些空头军们是正中下怀的。他们呢就开始对这个 GameStop 股票呢展开狂轰滥炸的攻势。他们是有多疯狂呢？他们呢就做空了 GameStop 在流通市场上超过260%股数。那么他们这一个操作呢，其实就是为他们以后埋下一个非常严重的伏笔。那么他们本来就是觉得这些韭菜又是来一波的收割模式嘛，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一次的这些散户们呢，他们就是万众一心嘛，就是所谓的滴水能够变汪洋，群众就是力量的感觉。那么这些散户们呢，每一个都不把自己 GameStop 手上的股票卖出去。但是仅仅是这样子呢，根本是撼动不了这些做空机构们的根基的。刚才不是说他们手上拿的是过百亿、上千亿的子弹嘛？但是他们可以再怎么样的去把这些机构空头军们打得头破血流呢？就是那个 DFE 呢，就在那个 Wall Street Bets 那边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指挥中心嘛，然后就呼吁了这些散户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上的 GameStop 股票卖掉。同一时间呢，他也呼吁他们去买看涨 GameStop 股票的期权。那么买看涨期权跟买正股是不一样的，因为 Wall Street Bets 里面的散户很多都是可能一些学生啊，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手上的资金是非常的少的。那么买 GameStop 的看涨期权，就是你能够以1/4、1/5 GameStop 的股价买一张看涨期权，就是说你持有100个 GameStop 的股票。好便宜。对，就非常的便宜嘛。
那么这些卖出参场期权的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做市商，在美国呢是非常出名的那个做市商呢，是叫做 Robinhood。那么一般呢，在正常的市场上呢，就是有人买看涨期权，有人会卖看涨期权。但是这一次的这个 GameStop 的现象呢，就呈现出了散户们都是非常的同心协力的现象。难得。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做市商像 Robinhood 呢，他们为了下调自己的风险呢，他们也必须要去买入这些 GameStop 的股票来给自己持有，因为没有人卖看涨期权嘛，那我没办法，我就必须要去买。所以突然间呢，这个 GameStop 股票就一直在涨。那么一直在涨的时候，刚才我说有些机构，因为他们的那个借的那个时期就会越来越靠近了嘛，所以他也为了避免损失更惨重呢，就提前平仓，就是以更高的价位买入这个 GameStop。但是他们这样子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买入，然后市场上越没有人要买，你就是100个人要买 GameStop 股票，没有一个人要买，你就会变相的不断的把这个 GameStop 股票的价钱一直往上推嘛，物以稀为贵了，非常的稀为贵。那么 GameStop 的股价呢，就从1月25日到1月27日，短短的3天里面呢，从65美元一股冲到最高峰的460美元一股。就短短的3天暴涨了8倍，这些空头军呢，简直就是被这些散户们呢吊打，就是抓着这些空头军的脸呢，再往地上这样子拖啊拖啊拖这样子。一定要这样行动？对啊，就是打得非常的凄惨的，就是这些就是举白旗，尤其是刚才说的那个香元嘛，他呢就在这一次的整个对战那边呢是输得一塌糊涂，到他是说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刊登任何的看空报告。那 DFE 不是赚很多钱？对，大家可能都还是以为 DFE 挣很多钱嘛，然后这个等下我们会再详细说它到底是有挣多少钱。但是整个战斗里面呢，输得最惨的呢，还不是这个香元公司，而是另外一家做空机构，叫做 Melvin Capital。那么这个 Melvin Capital 呢，截至在1月27日的时候呢，就亏了大概50亿美金。对，这是史上第一次呢，散户们呢就是对阵这些空头军呢是大获全胜，简直就是以前一直被这些机构压得死死的这些我们普通的股市投资散户们呢，就是争了一口气嘛，把这些一直把我们当韭菜的机构呢狠狠的教训了一顿。被割韭菜都是因为贪婪或无知嘛，能怪谁呢？其实这个做空股票的行为呢，在特斯拉的老板Elon Musk 的眼里呢，他是非常痛恨这个做空的行为的，因为对 Elon Musk 来说，他曾经说过，就如果你没有持有自己的房子，你是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呢？不可能。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辆车，你是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车卖出去给别人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手上没有这一个公司的股票，你却能够把这个公司的股票卖给别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搞得莫须有，造成大家的损失？对，那 Wall Street Bet 散户呢，在尝到了甜头之后呢，他们的胃口就变大了。他们现在不单只是把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送上月球了，他们要把以前所有被这些做空机构们看死的公司呢，都送上去月球。就比如说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AMC 的 ，AMC 在美国是最大的院线公司，然后像BlackBerry 蓝莓公司，诺基亚公司，还有 Bed Bath Beyond BBBY 的公司，对，这几个公司呢都被这些 Wall Street Bet 大量的买入，然后就是在非常短时间呢，也是股票有非常大的涨幅。正当全世界人都在为这些 Wall Street Bet 的散户们欢呼的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1月28日，就是周四的那一天呢，整个 Wall Street Bet 的论坛呢都不能够被登录了。而且同一时间呢 ，Robinhood 呢就在那一天呢就发出消息说，从现在开始呢，你们呢不能够再买入 GameStop 跟 AMC 的股票，你们就只能够卖出这2家公司的股票。那这就彻底的惹怒了所有的这些散户们的嘛，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不能够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而这些机构们呢却还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他们还是可以在正常的流通市场里面去买入那些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嘛。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其实唯一能够跟机构们对抗的，就是一个公平在这个自由市场那边呢买入跟卖出这些股票。但是你现在就是把我的手绑住，说你现在不能买，你现在只能卖，就把这个权利也
抢了。对啊，就是把这唯一的自由的权利也抢了嘛。那他们就是非常的愤怒嘛，就是集体就说我们要去把这个 Robinhood 给告上法庭。那根据一个可能的阴谋论的说法呢，其中一家投资在 Robinhood 平台的公司呢是叫做 Citadel 公司。那这个 Citadel 也是另外一个资金非常雄厚的机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Melvin Capital 不是面临破产嘛，在这个事情，就是 Citadel 它在关键的时刻呢注入资金在 Melvin Capital 那边呢，来帮助他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继续迎接这些 Wall Street Bet 散户们的攻势了嘛。那同一时间呢，他们就怀疑了，那这个 Citadel 有没有对这个 Robinhood 的总裁发出什么任何不可告人的威胁？那么这一场闹剧呢，就导致了 GameStop 跟 AMC 的股票在1月28日周四的交易日那天呢集体暴跌。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以为这些 Wall Street Bet 的散户呢，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就败下阵来。结果因为他们巨大的声音呢，逼使的 Robinhood 呢，在周五的时候呢，又重新的开启能够买入 GameStop 跟 AMC 股票的权利，但是就只让他们买5股，就是非常的限制。那Robinhood 给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突然间有巨量的这些 GameStop 跟 AMC 股票的交易，使得 DTC 就比较怕这个风险，就跟 Robinhood 要求，一般他只是收3%，但是这一次就是跟他要求要收100%的保证金。在有一些人看来呢 ，DTC 这样子做其实就是在保住这些机构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这整个市场全身而退。但是 Wall Street Bet 跟这些散户们呢都没有就是节节败退，在1月29日的周五呢，就是引来的这个所谓的巅峰之战。Avengers! 到最后呢，整个 GameStop 股票呢重新呢站回了在$300的上方，就是还是Wall Street Bet 散户们的一大胜利。那么本来呢，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周呢会再继续上演这些散户们吊打做空机构们的好戏嘛。但是呢，在本周一开始呢，机构们呢集体对这些散户们展开反击，那这些散户呢开始军心崩溃了，而使得 GameStop 这个股票呢，在本周截至我们录视频的时候呢，已经回到了大概$90一股的价位。但是呢，有一个人呢还在坚持打这一场战，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DFE 这一个 Wall Street Bet 的领头军，他呢其实在GameStop 股票涨到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我说$400左右呢，他的那一天的整个账户呢浮盈是有$3300多万的。对，3 million， 对，3 million $3300多万了。但是到了周一的时候呢，当他晒出他的那个仓位的时候呢，就只剩下$700多万。还是很多。对，因为可能对 DFE 来说呢，已经不再是关于只是金钱的问题了，这个是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问题，所以他都还是坚守的在那边继续打这场战。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我投资股票就是等于在赌博。但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不确定性或者有风险的都是赌博，其实。对呀。就连女人选老公也是赌博，因为他们说他们赌医生啊，不知道他医生是好是坏啊，也是赌博啊，其实。那你是押对？你觉得你赌对了吗？还在观察中。